18岁那年，我在路边捡到了一个无人在意的小太阳，我拼尽全力去温暖它，却始终没能捂热它冰冷的心。直到它的白月光出现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它并非天生冷漠，只是它的温柔从来都不属于我。决定放手的那天，我对它撒了一个谎，我说自己去就回，转身之后便再也没有出现。7年时光转瞬即逝，我们在影视片场意外重逢，已是顶流影后的她一把抓住对戏男主，去就回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我瞬间紧张到手心冒出了密密麻麻的冷汗。新晋影后白宁冰就站在我身后5米的位置，只要我轻轻转身，就会和她正面撞见。白老师，下一场是和前任重逢的戏份，请演出眷恋与不舍的情绪。白宁冰发出一声清冽的嗤笑。眷恋，我觉得不妥，都已经是前男友了，根本没有什么可眷恋。他的声音依旧和7年前一样清冷淡漠。18岁的青春里，他就是用这副嗓音一声声轻唤我的小名小雨。身后的交谈还在继续，副导的话语我一句都没听清，唯有白宁冰疏离的声音清晰地钻进我的耳朵。身为那株被嫌弃的回头草，我打定主意绝不和他相认。我暗自想着，等戏份拍完，我们就彻底各奔东西。就在这时，同事突然大声喊我的名字：“小雨，道具找着了吗？”身后的空气瞬间陷入死寂，我抱起道具慌不择路地跑开。白宁冰没有追上来，我暗自安慰自己，他或许没听见，就算听见了也根本不在意。布置影棚的间隙，我认真叮嘱同事，下次叫我小芳，别再叫我小雨了。怎么了？小雨这个名字多好听啊！小芳听起来更专业一些。行，小芳导。这是我担任导演助理参与的第1部影视作品。入组之前，我就早已知道本剧的女主角是白宁冰，她是顶级星2代，手握大半个娱乐圈的优质资源，不仅背景强大，演技更是无可挑剔。25岁的年纪就成功拿下影后冠军，而我恰好是她藏在青春里的初恋。我曾反复犹豫要不要入组，最终还是舍不得放弃这个难得的工作机会。我在心底暗暗发誓，绝对不能被她认出身份，一旦身份暴露，我的职业生涯就彻底完了。只因7年前我们的分手方式极其难看，我在绝情的分手信里写道：我早就知道你是星2代，接近你只是为了扒你家的黑料，我根本不喜欢小太妹，我喜欢温柔懂事的女孩，往后余生不必再见。信上的文字有多洒脱决绝，我离开时的背影就有多狼狈不堪。我无从知晓白宁冰看完信时是何种心情，可我清楚她的性格，向来睚眦必报，从不手软。若是被她找到机会报复，我的事业大概率会被彻底封杀。白宁冰真人比荧幕上更美，这基因也太强大了。也不看看她父母是谁，昔日的影帝影后，颜值自然远超普通人。我最喜欢她的气质，温柔知书达理，上学时肯定是全校校花。听到这话，我差点被口水呛到。白宁冰是校花，这个说法简直大错特错。年少时的她非但不是校花，还是人人避之不及的街头大姐大。我永远忘不了初见她的那个画面。那天大雨滂沱，街上行人步履匆匆，她却像失去灵魂一般孤零零坐在路边一动不动，直到我缓步走近，她才缓缓抬起眼眸，语气凶狠又冰冷：“滚！”我没有转身离开，而是撑起一把伞挡在了她的头顶。这一幕便是我和白宁冰故事的开端。我用力摇了摇头，强行将过往的回忆甩出脑海。影棚内太过嘈杂喧闹，我躲到楼梯间想要清静片刻，可刚推开楼梯间的门，就看见白宁冰伫立在黑暗之中，她用冰冷的目光注视着我，氛围像极了当年的模样。楼梯间昏暗又安静，我低下头想要默默离开，白宁冰却突然开口叫住了我：“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”导演助理。刚毕业就能做张导的助理，确实很优秀。谢谢白老师。你多大了？25岁。我们同岁，你居然叫我老师？副导也称呼您白老师，他已经43岁了。那再叫一声听听。我硬着头皮开口：“白老师。”黑暗之中，我看不清白宁冰的神情，只隐约感觉到她勾起了唇角，那是一抹不带任何温度的冰冷笑意。我心底阵阵发毛，却又抱着一丝侥幸，她一定认不出我。7年时光，我早已脱胎换骨，从当年面黄肌瘦的瘦弱少年，变成了如今被人夸赞的清爽帅哥，就连家里的亲戚都差点没能认出我，更何况此刻我们身处昏暗的黑暗里。白老师，您好好休息，我回去工作了。等等，他再次开口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方晨。用过别的名字吗？没有。白宁冰陷入了长久的沉默，我的后背瞬间惊出一层冷汗。我本名方晨，后来改名方小雨。当年他骗过我，如今我骗他一次也算彼此扯平。高1的那个暑假，我在街角捡到了落魄的白宁冰，他告诉我自己无家可归，没有亲人陪伴，我对此深信不疑。我天真的以为他和我一样，都是被世界抛弃的可怜人。童年时期，父母离婚后各自重组家庭，他们都有了新的孩子，唯独将我弃之不顾。我被寄养在姨妈家，常年住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。从小我就格外乖巧懂事，只因我知道，只有听话才能有一口饱饭吃。我和白宁冰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。我性格内向安静，生活里只有学习别无他物。高2分班，我和白宁冰成了同班同学，没人知晓他的家世背景，甚至有传言说他无父无母，孤苦无依。在学校里，我们形同陌路，互不打扰。可没人知道，每到深夜，白宁冰都会敲响地下室的窗户，我腾出狭小的地面，让他在这里打地铺过夜。第2天清晨，在姨妈家人醒来之前，他便悄悄离开，仿佛从未出现过。白宁冰常年逃课旷课，身上也总是带着新的伤痕。每次我小心翼翼为他上药。方小雨，你能不能轻点儿？叫我小雨。
小雨同学，能不能轻点？小雨是我的小名，是离世的外婆亲手为我取的。比起方小雨这个名字，我更偏爱这个温柔的小名，只因为这是白宁冰最常呼唤我的名字。看着夜夜寄居的白宁冰，我总下意识觉得他比我更加可怜无助。久而久之，我生出了一种甜蜜的错觉。上课忘带课本被老师训斥时，他会从最后一排走到讲台前，将自己的课本重重丢在我的桌面上。我虽是男生，却发育迟缓，身形瘦小，常常遭到外班同学的欺负。每次我委屈的手足无措时，白宁冰总会挺身而出，挡在我的身前。他是我罩着的人，我傻傻以为我们是彼此救赎，直到后来我才明白，这一切不过是我的一厢情愿。白宁冰是顶级星二代，家中豪宅跑车数不胜数，他脚上的一双鞋子就能买下我一整个季度的衣服。他接近我不过是想利用我气一气他的家人。我是什么时候认清真相的？大概是从陆景年出现的那天起，纷乱的思绪被突然打乱。回到影棚后，一杯奶茶被塞到了我的手中。陆景年又来剧组探班，为所有人都准备了奶茶。快看，高富帅和影后站在一起，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我望向不远处，白宁冰侧着脑袋，安静听着陆景年说话。和所有人一样，我也被这养眼的画面吸引。突然之间，白宁冰像是有所感应，目光直直朝我看来。我慌忙低下头，不敢与他对视。等我再次抬眼，他已经收回了目光，仿佛刚才的对视只是我自作多情的错觉。冰冰，杀青后陪我去巴黎看秀吧。他的语气语调和7年前一模一样，毫无变化。我忍不住陷入回忆。高中时期，我和白宁冰始终保持着纯粹的同学关系，直到高考结束的暑假，我们才正式确定恋爱关系。恋爱后的白宁冰不热情也不抗拒，依旧说不出半句温柔动人的情话，可在某些细节上，她又是个格外合格的女友，心思细腻，体贴周到，在外人面前格外给我面子。白宁冰从不肯带我见她的任何朋友。有一次我去台球室找她，想给她一个惊喜，她却脸色紧绷，语气满是烦躁。你以后别来这种地方。当时我没有多想，只以为是她性格孤僻冷淡，直到陆景年的出现彻底打破了我的幻想。他身着昂贵定制西装，发型精致得体，像一束耀眼的光闯入了我灰暗的世界。冰冰，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我刚买了法拉利，带你去兜风。冰冰，他是谁啊？你好，我是白宁冰的男朋友。哈，你开什么玩笑？冰冰怎么可能看得上你？我才是她未来的男朋友，我们两家早就定下了婚约。谁说的？白宁冰脸色阴沉，一把将陆景年推了出去，语气坚定，不容置喙。我从来没有同意过这门婚约。他的解释苍白无力。没过多久，白宁冰的父母就亲自找到了我，才知道白宁冰是星二代，还不是普通的星二代。他家里几乎掌握着大半个娱乐圈。白宁冰和父母关系不好，他故意从贵族学校转到普通高中，还故意不回家。父母常年在外，对女儿很不上心，压根不知道他每天在混什么。那天的谈话到最后，他爸爸对我说：“小芳同学，你可能不知道，白宁冰虽然是女孩子，但很叛逆。她和你在一起是故意气我们，不是真心喜欢你。那孩子以前没少做这种事。不信的话，你可以观察一下他是怎么对景年的。他喜欢的是景年，只是两个孩子从小玩到大，他没意识到自己的感情。小芳同学，你和我们不是一路人。”随后我发现他爸没骗我，虽然嘴巴上说烦他，可白宁冰对陆景年很有耐心。有一次陆景年前一秒还在笑话我穷，下一秒白宁冰出现，他就变了张委屈的脸。冰冰，刚才方小雨说要打我。方小雨，我跟你说过别招惹他。那一刻我懂了，白宁冰并非铁树，只是不为我开花。8月底我接受了白宁冰父母的条件，在他们的资助下出国留学。以我的条件，这可能是我此生唯一的留学机会。离开那天，我跟白宁冰说想去买巧克力吃，白宁冰习惯性掏出钱包买最贵的。我没接。不用你的，我去就会。我等你。然后我再也没有回来。按照白宁冰爸妈的要求，我留下一封万恶的分手信，彻底断了白宁冰的念头。这场限定3个月的初恋，随着秋天的到来悄然陨落。我改了名，跟高中同学尽数断联。我以前挺没有存在感的，没少被同学欺负。我珍惜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，也学会健身和穿搭，姓名外貌都变了。再加上白宁冰爸妈有意隐瞒，白宁冰根本找不到我，在他眼里我跟死了没区别。但白宁冰的事我倒是没少听说。在我离开后，他决定复读，考上了北电大学出道，星途坦荡。他在镜头前温柔而优雅，动人的笑容撩拨粉丝的心，完全看不出当年的影子。我想人都会变的，我也变了。一天的工作结束，我累得浑身酸痛，同事却好像打了鸡血。我去，这张美爆了！什么白宁冰的新路透上热搜了？我伸头一看，一张抓拍的照片引起热议。白宁冰这场戏是偶遇前任，你们看他的眼神简直神了！白宁冰把女1号演活了。照片中白宁冰静静望着前方，举手投足很是端庄，眼底却燃烧着红色的火焰，肆意而疯狂。更让我心惊的是照片边缘，他目光所及之处虚化掉的背影是我。翌日拍摄继续，男主角那边出了点意外，要去医院。这是一场重要的男女主对手戏，谁都耽误不起。导演很急，最终决定先找个替身，把白宁冰的镜头先拍了。白宁冰要亲自选替身，我站在人群最外围，白宁冰目光偏偏落在我身上。就他了，我很忙。导演没有任何意见，还催促我快点换上男主角的衣服。我只需要出个背影，但为了防止穿帮，化妆师还是给我上了个妆。站到白宁冰面前时，他有一瞬间的恍神。白宁冰问我是不是很紧张？没演过戏，你不用演，听着就行。顿了顿，他又说放松，你紧张身体就会僵硬，拍出来就会很不自然。好的，可以深呼吸调节一下。谢谢白老师。等一会儿镜头对着我，你听我说台词就行。还有，白宁冰没继续说，我抬头看他，还有什么？还有我的巧克力呢？他一字一顿，眼底流露出一股风劲，丝毫不输当年。他缓缓伸出手，小雨，7年了，
应该买好了吧？完蛋了，这是我的第一反应。白宁冰恐怕早就认出了我。恰巧这段戏也是女主久别重逢后对男主的深情告白，我恍惚以为那就是他想对我说的话，但怎么可能呢？现实里的白宁冰从没对我说过情话。拍完后，导演对我竖起大拇指：“小芳，你挺有拍戏天赋的，刚才你的眼神很到位。有没有种可能，我俩都在本色出演？接下来几场戏，白宁冰点名由我来对接，我头都大了。白宁冰牵扯利益太多，导演都得罪不起。这时候任命我不是报复是什么？我从助理破格升成副导，白宁冰的专属副导，一天18个小时都得围着他转。但我干的不止副导的活，比如组里要搬重道具，我刚撸起袖子就被白宁冰抓住。给我买杯奶茶。不光奶茶，他还点了很多零食，明明外卖可以送，却非得我人送回来。但有一说一，同事们都很羡慕我。可以带薪外出闲逛，可买零食回来，白宁冰却不想吃了。如此，在白宁冰手下工作1周，我居然胖了。久而久之，连同事都很好奇，是不是故意买零食给你？不可能，但他真的很纵容你啊！白宁冰很严格，这部戏他公司也投降，之前的副导都被他说过。可是他从没训斥过你。没有的事，他不折磨我就不错了。我矢口否认。剧组里的风言风语飘到了陆景年耳朵里，陆景年急忙赶来。你就是冰冰的新助理？我忍不住纠正。是副导，这么年轻能干得好吗？季大少爷，请不要以貌取人。陆景年盯我看了半晌，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你？可能你认错了。我没兴趣跟大少爷叙旧，继续整理工作计划。陆景年哼了一声：“你们这些剧组的人我见得多了，不要以为冰冰重用你，你就有机会往上爬。我劝你摆正自己的位置，否则最后伤心都来不及。”你在说什么？你跟冰冰以前的男朋友有点像。陆景年说完这句话，等着我的反应。他以为我会震惊难过，可我困惑地看着他。所以呢？他重用你，只是把你当替身，并不是有多赏识你。冰冰痛恨那个男人，你也不要太得意。我放下手中的工作，笑着看他。既然恨，为什么还要找替身？这很矛盾。陆景年无言以对。他走后，我的心却静不下来。白宁冰痛恨我，果然如此。晚上，白宁冰突然给我发消息，让我给他送药。本着女主角不能得罪的原则，我买药送了上去。我以为白宁冰只是折腾我一下，可他确实病了，额上留着豆大的汗珠。奇怪，白宁冰以前没有胃病。你怎么了？胃痛。你助理呢？去市区了，赶不回来。奇怪，白宁冰以前没有胃病，你的胃是怎么了？复读那年没好好吃饭。怎么不吃饭？他半合着眼皮看着我，没人给我留饭。这让我想到以前白宁冰来打地铺时，我都会给他留一口饭。等我写完作业，他已经把饭吃得干干净净，还是一样的倔脾气。我看到桌上有一大桌子菜，还冒着热气。刚到胃痛吃不下，可惜了。每天吃剧组盒饭。他貌似随意地说：“你吃吧，留着也是浪费，不吃就帮我倒掉。”我掰了一次性筷子在桌边坐下，我吃得很安静，屋里也很安静。我以为白宁冰睡着了，一扭头他正看我，嘴角还挂着笑，只是一对视他的笑容就不见了，又恢复成全世界都欠他的模样，一点没变。我们照例沉默着，互不说话，直到我走，白宁冰才突然开口：“我和陆景年没有任何关系，以前没有，现在也没有，未来更不会有。”我礼貌地点点头。可是白老师，我不在意了。我这句话让白宁冰脸黑好几天。无所谓，反正快杀青了。但就在杀青前几天，出了个不小的意外。一段传中戏，大风天录音师去上厕所了，我暂停他的工作，站在甲板边缘，举着比我人还长的麦克风，我有点不平衡，摇摇晃晃，一阵狂风吹来，没站稳，我从船上掉了下去，下面是湖，可我不会游泳，混乱间我听到一声疾呼，小雨！白宁冰也直直跳了下来，他紧张地拽着我，像是再也不撒手了似的。后来我就什么都不记得。我醒来在陌生的房间里，床头有手写的留言：“这是我家，离拍摄基地不远，给你请假了，先休息几天。要换衣服的话，衣帽间里有刚叫人买的男士衣物，字迹一看就是白宁冰的。很多演员在拍摄基地周围有房，白宁冰也不例外。以前我看八卦说他大多数时候都住在这，房子很干净。我进入衣帽间，一把黑伞最先映入眼帘，正是很多年前我给白宁冰打的那把伞。伞已经很旧了，质量也不好，可它却被放置在衣帽间的最中心。我忽然想起大雨滂沱的那一天，我用这把伞遮住了狂风暴雨。白宁冰一直想把我轰走，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，扯开他的袖子，检查他的伤口。他想说脏话又忍住了。还好不用去医院。你等着，我去买药，很快回来。我把伞往他手里一塞，10分钟后我去而复返，买了药还买了吃的。大雨把我浇成小睡人，他沉默地望着我。从那天开始，白宁冰没再跟我说过一句不好的话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其实他那天很震惊，从未有人在他的生命里去而复返。我是第一个。回忆结束，我找到衣物慢慢换着，可上衣还没穿好，衣帽间的门突然推开，我和白宁冰面面相觑，有点尴尬。白宁冰赶紧退了出去，带我换好衣服。你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我以为你又走了。你别凶。白宁冰愣了下，气焰全消。以前这句话很管用，只要白宁冰脾气上来，我就不轻不重地说一句别凶。没想到如今还管用。我还没怪你呢，你进衣帽间怎么不敲门？我又不知道你在里面。他涨红了脸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你要是不爽，我给你道歉，对不起。以前我就发现白宁冰虽然性格倔强强硬，但在某些事情上意外的纯情。没关系，我有些累。我不假思索地说，又不是没看过。说完顿觉不合适，果然白宁冰抿着唇，从脸到脖子全红了。我岔开话题，你今天没戏？拍完了，我去煮稀饭，你一会儿把药吃了。落水的缘故，有点感冒。白宁冰把稀饭端来时，身上还系着围裙，我不禁多打量两眼。你系围裙挺温柔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谢谢你。白宁冰眼神一亮，语气却凶巴巴。饭都吃光，不许浪费。你还想吃什么？我可以勉为其难给你做。不用麻烦你，忙你的吧。明早没我的戏，我今晚不回剧组，有时间备菜。还有，
今晚你睡这里，我搬去侧卧。侧卧没有多余的床褥，病了就在床上躺好，少折腾自己。白宁冰指了指地板，老样子，我打地铺。半夜我又起烧，白宁冰几乎没睡，隔段时间就替我换毛巾。人烧的糊涂，难免出现幻觉。恍惚间，我以为回到那个不大的地下室，白宁冰睡在地上，避嫌似的离我好几米远。我们中间隔了一张桌子，我望过去，只能看见他消瘦的后背。有一次白宁冰生病，强忍着没说，我半夜察觉不对，起来时他的额头很烫，我找来退烧药，又一遍遍擦拭他的脸。白宁冰伸手突然抓住我，抓了好一会，怕我走掉似的，等睡着才放开。这就是毕业前我和他最近的一次接触。大多数时候我们形同陌路，在学校也擦身而过，昏昏沉沉的过了一夜。第二天醒来，白宁冰已经不在了，他临时被叫去补拍，但桌上摆着已经做好的菜，正中间是一包巧克力，最贵的那种。盒饭吃到一半，有人进门，我还以为白宁冰回来了，但来的是个陌生女子。我有印象，白宁冰的经纪人也是他的好朋友。经纪人呆呆地看着我，我百般解释，我只是剧组副导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您就叫我方小雨吧。他惊得差点蹦起来。方小雨，你就是方小雨！他恍然大悟地看着我，你就是小雨。怎么了？见我疑惑，他继续说道：白宁冰之前疯了一样找你，找不到你，他就自暴自弃，不吃不睡，整个人一度颓到谷底。这下好了，他找到了，可以安心了。7年了，终于不用再折磨自己了。您说笑了，我只和他谈过3个月，没那么难忘。怎么会？你不知道，白宁冰当明星是为了你吗？因为他爸妈的关系，他从小到大都很厌恶明星这个职业。之前家里让他童星出道，他都拒绝了。可是就在跟你分手后，他突然说要当明星，说是因为你喜欢电影，当明星的话可以站在最亮最高的地方让你看到。我瞬间愣住，确实有那么一回事。曾经有天夜晚我睡不着，跟白宁冰搭话。白同学，你睡了吗？没。我今天看了一部电影《肖申克的救赎》，真好看。没兴趣。我以后也想拍电影，但是那个很费钱吧？可惜我没钱。拍电影又费不了多少钱。我觉得他什么都不懂，异想天开，就没再说话。原来他都记得。经纪人一阵感慨，只用3个月就让他惦记一辈子。下午白宁冰回来了，他问经纪人：你来干什么？你要杀青了，过来打扫一下呀。不用你，走吧。另外我要休息一段时间，别安排通告。见色忘友，还记得以前你找不到他，在我面前痛哭流涕。白宁冰别扭地打断：别在我男朋友面前说这些。我纠正道：前男友。你没亲口跟我提分手，就不算分手。我写信了。一封信而已，我看完就扔了，谁知道是不是你亲笔写的？经纪人见状溜了。你看到那封信不生气吗？说要扒你的料。你没那个胆儿，而且爆没爆料，我自己不会看新闻吗？我哑口无言。白宁冰去洗水果，我继续说：分手只需要一个人同意，不管你认不认，我们早就没关系了。白宁冰身形一僵，转身看着方小雨：那我追你。没用的，白宁冰。你是不是生我的气？因为我骗了你，没告诉你我的背景，还是因为陆几年我没及时跟你解释清楚？都是也都不是。白宁冰，我俩不是一路人，不要强求了。屋里寂静无声，不知过了多久，他眼中布满血丝，委屈似的说：我就要强求。我没把白宁冰的话放在心上。杀青后我回了趟老家，姨妈家的老房子要拆迁，叫我过去帮忙处理家具。姨妈虽然以前偏心自己的孩子，但毕竟养过我，我不会当白眼狼。回去路上经过高中母校，校舍前几年翻新，变化很大。我在校门口站了一会儿，忽然被人叫住：你是那个谁？我记得你。保洁室出来一名女子，看着与我差不多大。你是这个学校的，我记得你以前和白宁冰一个班，对吧？您是？我以前跟白宁冰吵过架。对了，今天怎么就你一人？白宁冰呢？他不是总跟在你身后？我怔了一下，跟在我身后？对，每天下晚自习，白宁冰都跟在你身后，目送你回家。你不知道啊？竟有这种事！见我不信，女生继续道：我跟他吵架那次，中途他突然喊停，说下课了，要回一趟学校。我当时觉得很稀奇，就他还回学校，于是我就跟着他。结果发现他在门口等啊等，等你出来就跟在你身后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怕自己得罪人牵连到你，所以要保护你的安全。女生指着角落里的梧桐树，他就站在那里等你。17岁的白宁冰喜欢穿黑色，总是跟黑夜混为一体。一阵风吹来，他好似就站在那里。姨妈打电话催我，我赶到时正在处理地下室，我睡过的床、用过的书桌逐一搬了出来。小雨，我发现了一个东西，你快来！他指着地面一角，那上面刻满你的名字，是那个女生刻的吧？那个当女明星的女生。你怎么知道？哎呀，她来找过我的。什么时候？你还记得不？我以前在这里发现个东西，还把你一顿训。记得你那时候嘴硬的呀，我简直不想说你。回忆起曾经，姨妈有些怀念。你死活不说实话，硬说是自己的。但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孩子。我训你那天，那个姑娘就在窗口，她都看到了。我揪住衣角，呼吸都慢了。我怕她带坏你。坚决不许他再来打地铺。原来是这样。高2快结束时，白宁冰不再来蹭吃蹭住，其实他只是怕影响我。地上那些玛萨的痕迹，意味着白宁冰也曾有过无眠的夜晚。白宁冰一言不发，却在心里呼唤我千千万万遍。
拆迁前一天，我从学校门口再一次步行回姨妈家。这条熟悉的小路被茂密的梧桐树覆盖，一路走，镜头看到地下室那扇小小的窗户，仿佛心电感应。我回过头，白宁冰戴着口罩站在马路对面。20分钟后，我们在以前常去的餐馆坐下。杀青后我就没接过他的电话，没想到还是让他找到了。餐馆旁边就是那家老台球室。我看着进进出出的人，忽然想要一个答案。那年暑假我来这儿找过你，你当时很不耐烦地赶我走，你知不知道我很伤心？白宁冰错愕了一瞬，我没有不耐烦啊，我当时只是害怕和着急。那间台球厅不是什么好地方，那天我见的人也不是好人，那几个女生一直想算计我。你出现的时候，我真的怕极了，我怕你被他们盯上。白宁冰眉头紧锁，仔细回忆。对不起啊，我太紧张了，让你产生了误会。就在这时，老板叫到我们的号，我让白宁冰顺便买瓶水。就在他离开的间隙，我被几个女人围住。帅哥，留个联系方式呗。刚才那个是你女朋友吧？她怎么吃饭还戴口罩？有病吧？我冷冷看着，走开。哎呦呵，脾气不小。你知不知道我们混这一代的？带头的女人伸手摸我，下一秒她发出痛苦的嚎叫，我几乎拧着她的手腕。我不打女人。就在这时，白宁冰也回来了。他不打，我打。白宁冰彻底抛弃伪装和人设，浑身散发戾气。我愣愣望着，是他，熟悉的白宁冰回来了。我毫不怀疑白宁冰一挑4能把他们全部打翻，可我必须阻止他。他如今身份特殊，不能打架，但白宁冰很倔，死盯着他们4个，非要讨个公道。回来，白宁冰，你别凶。我拉了拉他的手，白宁冰瞬间愣了，整个人像被水清洗了一回，力气全无，连棱角都变得柔和。那就算了。白宁冰，我们跑吧。白宁冰反手扣紧我们向外狂奔，穿过街道和人流，我们跑啊跑，不知疲倦，心跳在耳边无限放大，咚咚咚。上次听到这个声音，也是因为这个人带给我年少的悸动，而此刻她仿佛还是那个倔强的少女。我们一直跑到姨妈家，钻进地下室，这里已经空无一物，等待明天的拆除，连灯也没了，只有月光照进来。我们不约而同开口：你以前每天都会陪我回家？我以前脾气不好，老是得罪人，让你一个人走，我不放心。那怎么不告诉我？告诉你干嘛？你是要考大学的人，好好学习，其他都交给我。我又指着地上的课子，那这些是什么意思？我喜欢你的意思。我怔了片刻。18岁那年，你没说过。白宁冰垂下眼睛，缓缓开口：因为以前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白宁冰的过去有些特殊，她有父母，但胜似没有，在冷漠的关系下长大，没人教她如何去爱一个人，也没人告诉她该怎么表达爱。白宁冰以为随叫随到，给我花钱就是表白，我主动表白她其实是开心的，但因为不习惯被爱，不习惯亲密，所以显得很被动。白宁冰练习过对着镜子说我喜欢你，但很别扭，她说不出口，干脆写下来。她学着其他女生折了1000个纸鹤，每一个里面写上我喜欢你，打算等我生日时送给我，可惜没等到那一天。后来她拍戏，体验不同的人生，终于学会了表达，但想要诉说的那个人已经不在了。静了一会，我接着问：那陆几年呢？我对他不错，是因为他救过我的命。什么？小时候爸妈不管我，就他总来找我玩。有一次我发烧，是他第一个发现，他又哭又闹，引起大人的注意，他们才发现我病了。医生说再来晚一点，我脑子就要烧坏了。从那之后，我就答应他，把他当作亲哥，好好待他。这么多年，我也的确将他当成兄弟。但是那年暑假还有个隐情，陆景年威胁我，如果不带着他，就去我爸妈面前告状，让他们彻底厌恶你。我爸妈一向很相信陆景年，他添油加醋起来对你很不利，而且我并不信任我爸妈的人品，他们如果迁怒于你，可能会暗中操作，连大学都没得上。所以你让我不要招惹他。是的。白宁冰明白我在说哪件事。陆景年说你陷害他，我一个字也不信。我当时只是希望你不要和他有任何交集，连话都不要说，这样你才是安全的。我有些沮丧，我没想到会让你误会这么深。其实你可以直接问我。回想起过去，我内心感慨万千。他不知道如何爱一个人，那我知道吗？不，我也不知道。接连被亲生父母抛弃，我丧失了质问的勇气。在我的世界中，只有好好学习、工作，才会得到一句难得的夸奖，才不会再被抛弃。所以面对白宁冰，我宁可难过死，也不肯质问他一个字，更不敢发脾气。不会爱是我们2人的通病，月凉如水。但还有一事，我向白宁冰阐明，我出国是你父母出的钱。我猜到了。其实我也可以不走的，但是那可能是我唯一留学的机会。我自私了一回。我明白。白宁冰笑了，格外的温柔。小雨，你太善良了，我很希望你自私一点，别被外界伤害。我以后也会以事业为重。没问题，我追随你。
你是影后，前途无量，何必追随我？连成为影后这件事都是因你而起，但我们只谈了3个月，可我的喜欢不止3个月。白宁冰行动力满分，误会说开的第2天，他就发微博公开了，还艾特了我。3个月换一辈子，热搜差点瘫痪，全网吃瓜。我很担心白宁冰父母再找他麻烦，可我多虑了。白宁冰25岁，就算父母不同意又能怎样？以白宁冰这个性格，他们根本干涉不了，也或许7年前他们就管不了，才会从我这里下手。只是我输给了自己的不自信。白宁冰公开后，还有艺人上了热搜。当天陆景年气汹汹地找到我，我说怎么好像在哪里见过你？原来你就是方小雨。所以呢？赶紧和冰冰分手，我才是和她有婚约的人。我张了张嘴，欲言又止。白宁冰来了，就站在陆景年身后。陆景年还在挑衅。你看到网上的舆论了吗？都说你是软饭男，插足我和白宁冰的感情。你要是不想丢工作，就赶紧跟他分手，把他还给我。我和你什么感情？我怎么不知道？白宁冰冷不丁出声。陆景年着急，冰冰，你怎么又被这个穷小子给迷惑了？好好说话。你说会把我当兄弟，怎么胡乱冲我发脾气呢？我已经仁至义尽了。兄弟就不该想别的身份，否则连朋友都做不成。陆景年从没被人这么说过，气急败坏。白宁冰，你被他迷住了是吧？我要开发布会，你们等着吧。他软饭男的身份是洗不掉的。首先，我跟你的婚约没有任何书面证明，家长们的玩笑话我也公开否认过很多次。其次，你敢开，就别怪我不留情面。可这个穷小子根本配不上你。白宁冰忽然有些怜悯地看着他，闭口开口就一个穷字。陆景年，你真的喜欢过一个人吗？当然，我喜欢你。不，你不喜欢我。假如我不姓白，没有明星父母，假如我就是个小太妹，你还会喜欢我吗？陆景年愣住，仿佛从未想过这个问题。假如你在一个下雨天看到那样的我坐在路边，会为我撑伞吗？不会吧，你只会暗骂我是社会败类。你喜欢的是我的身份，而不是我这个人。你甚至都接受不了我曾是个太妹这件事。白宁冰拉着我走了，我回头时，陆景年还愣在原地，他好像备受冲击，也不知他明白了没。但是1周后，我就听说陆景年的发布会如期举行。白宁冰没权利阻止发布会进行，但他做了很多准备应对接下来的危机。只是发布会和我们想的不太一样。陆景年穿搭精致地出现在镜头前。今天我要声明一件事，我和白宁冰没有婚约关系。全场哗然，大家都是冲着猛料来的，比如影后劈腿之类的。我和白宁冰从小一起长大，是因为我们2家的合作关系，但他把我当兄长，我也只将他当做妹妹，而婚约是谣言罢了。我们2个都没认，双方家长也只是随口一提，不作数。我没有喜欢过白宁冰，他亦如此。希望大家不要再发酵不实的言论。至于方小雨，陆景年缓了2拍，严肃地说道：“她是白宁冰的初恋。我曾以貌取人，对他深感抱歉。”舆论瞬间反转，网友扒出陆景年过去一些自大的言论，议论纷纷。但好处是白宁冰准备的那些公关都用不上了，我奇怪不已。他怎么突然转性了？白宁冰笑嘻嘻，他再不转，以后2家连合作都没得谈。白宁冰现在是家里话语权最重的人，家里公司也在他手上。陆景年迫于合作低头了。又过半年，白宁冰父亲生病，没法再继续打拼，母亲也推掉大部分通告，留在家里照看。反观白宁冰事业越发顺风顺水，大权在握，长辈彻底干涉不了他的任何决定。开了窍的白宁冰跟变了个人似的，以前越缺什么，现在就越想弥补。他微博有一半内容都是我，上节目也提到我。我曾是个不良少女，是我的老公把我从黑暗中拽出来，让我看到一丝光。但也有后遗症，一找不到我，白宁冰就着急，生怕我又一走了之。偶尔午夜梦回，他抱着我不肯撒手，一直喊着我的名字小雨。外人眼中的高冷影后，面对我却很喜欢撒娇。他一遍遍地叫我的名字，让我想起那埋在尘土里的刻字。27岁时，我和白宁冰一起回了趟母校。青春就像四季，一茬又一茬，总有人年轻，总有人面对悸动不知所措。当年的教室外面有一棵硕大梧桐树，我俩站在树下，听着朗朗读书声。白宁冰，7年了，如果我不回来怎么办？你会回来的。这么确信？大雨那天你回来了，所以我相信这次你也会回来。我是他生命里唯一去而复返的人，如今仍然是。我们站在教室窗户下，白宁冰垫脚亲吻住我。小雨，我爱你。高中时我捡了个没人要的小太妹，今天是我捡到她的第10年，也是我们领证结婚的第1天。倘若未来有人问我收到过最好的情书是什么，我会告诉他，是放学的小路，是互相陪伴的夜晚。